闲话日本，欢迎各位。今天是2022年8月15号，日本战败77周年。70多年以前啊，当时的军国主义日本不光是对中国了，对整个东亚、东南亚等等很多地区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可今天如果您要是来日本，或者是通过一些渠道能看到现代的日本的话，可能又会感觉和这个印象不太一样。那咱们就开一个新的话题，聊聊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是怎么来的，怎么灭亡的，还会不会死灰复燃。先说说什么是军国主义啊。举个例子，比如您平时过日子和邻居发生了纠纷怎么办？可以和他讲道理，可以吵架，也可以打官司。在现有的社会规则下，总能有个办法解决。这个呢叫做正常社会。可也没准碰上这么一位，非要依靠武力制造自己的规则，拎着把菜刀就得他说了算。你这边刚多说一句，拿起刀来甭管真的假的要砍人，你这怎么办？如果是战斗力高的人，还可以上去以暴制暴，把他先制服了再说。可大多数人呢，只能是要么认怂，要么搬家。把这个情形放大到国家层面，这种拎菜刀的就叫军国主义。关于日本当年军国主义的进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咱们要细致讲的话能说上几个月。今天呀，只提取一些核心的元素，简单来说就是有钱了、膨胀了、挨揍了、学乖了，这么4个阶段。稍微展开跟您说说啊，1853年大清咸丰3年，那年太平天国攻陷了南京，跟咱们隔着一条海，闭关锁国了上千年的日本，也被美国的炮舰给打破了，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可通过这件事情，西方文明带给日本的震撼，远远大于所谓的民族伤害。从此日本就开始疯狂地学习西方。10几年后的1868年，就有了著名的明治维新。按现在话讲，当时西方都发展的差不多了，日本那叫具有后发优势，经济快速发展，有钱了，再看看自己待这个小岛，就觉得有点窄了。那扩张领土呗，离得最近的朝鲜，要想吞并朝鲜，就不可避免的要跟朝鲜的宗主国大清打一场。结果甲午海战打败了当时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啊，消息传到国内，那个民心振奋啊！而且这仗还不白打，大清朝赔了日本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4年的国家总收入啊，一笔横财。相当于什么呢？一辆刚驶入高速公路的汽车，又装了一个火箭用的助推器。所以几年的时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国，到1902年升到了全球 GDP 第10名，而且这一年还跟英国日不落帝国签订了第一次的英日同盟条约。就好像前些年互联网经济兴起的时候，你开了个电商网站，拿了一大笔风险投资，跟着又和一个叫马云的人拜了把兄弟，那一下就抖起来了。好，既然有钱有势了，那就继续侵略扩张。过了朝鲜再往前走是哪儿？中国东北。想要拿下东北，就得和当时已经在东北有势力范围的俄国再打一场。于是1905年对马海战又是一场大胜，日本全歼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这一下日本的民族情绪啊，又拔到了一个新的高点。经济上高速发展，武力上亚洲第一，那个心态就叫民族主义爆棚啊！您注意啊，民族主义爆棚，近代历史所有的独裁者都喜欢这个。比如希特勒，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贵的。当时日本也一样啊，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当时日本最流行的一个词叫大和魂，无数人变得头脑发热，憧憬着大和魂描述下的未来一定会光芒万丈。可就在民族主义这么高涨的背景下，跟俄国的战后谈判出了点问题。仗虽然打赢了，但俄皇尼古拉二世非常强硬啊，赔钱没有，割地不同意，你有辙你想去。这怎么办？为了跟俄国打这场仗，日本欠了14亿日元的外债。
当时的日元银元啊比现在值钱多了，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差不多7兆日元。要想跟俄国再继续打，日本的经济可能就崩溃了。可俄国又这么一个态度，你怎么办？骑虎难下呀。最后在英美的斡旋下，签了一个普茨茅斯条约，日本放弃对俄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仅拿到了一些俄国在东北的利益，比如南满铁路、旅顺港的租借权之类的。这个完全不解渴呀。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日本人一下就炸了，肯定不满意啊！大和魂啊，怎么受得了这委屈？刚才提到的民族主义以这件事为导火索，一下升级，变成了民粹主义。当时是没有互联网啊，发泄不满只能靠肉身表态。大量的日本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是一方面，这条约英美斡旋的是吧？仇恨英美，把英美的教堂在日本的给烧了。还有那个还算理性的日本媒体想呼吁一下大家冷静，那你就是卖国贼恨国党，把报社给烧了。也有那个明白事儿的政府官员出面想解释一下，安抚一下大家，听不进去，把人家官邸也给烧了。警察维持秩序，把带头闹事的人给抓了。那好，你抓这些人，你说他们有什么罪？我们是爱国呀，爱国有罪吗？结果闹事的人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就不了了之了。这个结果呀，非常危险，相当于告诉日本社会，你只要打着民族大义、爱国、效忠天皇的名义，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制裁了。普通老百姓毕竟还赤手空拳的，也没什么战斗力。那全副武装的军人要是也这么干，还有人能约束吗？日本军国主义从此就从一棵幼苗，借由民粹这块土壤开始迅速的生长。按道理来说，军队要听命于以日本首相为首的内阁，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内阁那些职业官僚做出决定来，军队只有服从执行的义务。可这时候的日本军部在这样一个民粹的环境下已经失控了，军部与内阁开始分庭抗礼。到了1928年6月4号，在没有得到天皇和内阁批准的情况下，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擅自在奉天郊外的皇姑屯炸死了东北大帅张作霖，引发了著名的皇姑屯事件。这么大的事情，最终博弈的结果，所有参与的军官们连一个像样的处罚都没有得到，反倒是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不得不集体辞职。自此以后啊，在日本的决策体系里，军部开始力压内阁，拥有更多的话事权。再到了1932年5月15号，一群年轻的日本军官由于对内阁不满，甚至直接冲到了首相官邸，刺杀了当时的首相全养义。按说呀，别说杀了一国的首相了，就是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得偿命啊？结果呢，因为所谓的爱国，因为所谓的大和魂，全国几十万人给这几个凶手请愿，要求赦免，甚至还有人要求替死的。最后呢，仅仅是判了几年到10几年的有期徒刑。自此啊，内阁就再也管不了军部了，连首相不喜欢都可以杀，谁还敢当这个首相啊？于是全养义之后的日本首相，什么齐藤实、近卫文麿、东条英机等等，全是军人出身。日本彻底的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再转过年来，1933年2月24号，当时的联合国啊叫国联，国联大会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决议，不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对这个决议啊，日本的反应是退出国际联盟。按今天话讲，这叫挑战国际秩序啊。结果可想而知嘛，经济上被制裁，国际上被孤立。您学世界史都知道，当年日本在国际上没朋友，能拿得出手的只有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再有就是一些傀儡国家和经济上高度依附日本的那些干儿子国家。破罐破摔的日本，索性也就在军国主义的路上从此越走越远，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侵略太平洋，与全世界为敌，
变成了二战邪恶轴心国之一。再多说几句啊，对外侵略扩张，那国内怎么样呢？日本人本身就有上千年的对领主效忠的基因，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嘛，几十年以来的外战胜利和国内经济增长，又给这种基因打了一针兴奋剂。另一方面呢，连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开始增大。虽然差距在增大呀，可是毕竟穷人的收入也还在增加，只是比不过富人增长得快而已。所以经济增长的时候其实还好，可好死不死，一场全球的经济危机这时候来了，不仅让贫富差距变得更大，大量的穷人的资产不仅停止增长，反而开始下滑。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因素，就相当于日本人当时心气儿很高，但现实的压力又很大，这种压力需要宣泄呀。同时呢，军国主义通过媒体、通过教育、通过各种手段，就在那边一直诱导。想想大和魂啊，想想你现在所有的不幸都是英美造成的，来吧，听我的，我们一起为天皇实现大业等等。无数的日本成年人就类似于这样被绑上了军国主义这辆战车。那未成年人怎么处理呢？更简单了，从1925年开始，日本所有的学校里都要配备现役的陆军军官。上学学什么？第一，忠君爱国，比如上课第一件事全体起立高喊天皇万岁。第二呢，仇恨教育，英美是大坏蛋，所有眼前的困难都是他们造成的，绝对不能输给他们。第三，价值观洗脑，告诉这帮孩子为国战死是最光荣的。日本人讲说人死一共可以轮回7次啊，所以你们要7生报国。上课老师就讲啊，说这是谁谁谁的哥哥战死，政府给的勋章，你瞧多光荣啊！我一帮傻孩子在底下还羡慕得不得了。每一间学校里都有叫忠灵室，供奉着那些战死的学生家长的牌位，一堆人没事就去祭拜，搞所谓的军国主义版的爱国主义教育。你还学什么呢？比如上课老师拿留声机开始放唱片，里面录的是各种飞机的引擎声。这帮孩子一听啊，得能说出来这是什么飞机的声音，这个 P-51战斗机的，那个 B-29轰炸机的。如果在生活中啊，只要听天上一响，随时随地可以去报告去。再有就是体能训练，什么拼刺刀啊，飞行员的滚轮训练，全部从娃娃开始抓起。在当时的日本，男孩子的梦想是当兵，女孩子的梦想是当护士。真的是有什么样的国家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就决定了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人说那就没正常人了吗？我相信肯定有，但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例子，眼前站着一个拎菜刀的，你还敢说什么呢？现实中的军队、警察、媒体都在军国主义手里，一个乱世中的普通人，除了随波逐流，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有道是诸行无常，胜者必衰。军国主义在经历过顶峰之后，必然迎来的是衰败的下场。今天呀，时间的关系，关于它的诞生，咱们先讲这么多。下次我们再讲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